行，我知道了。仁泽，多谢你的善念，让我恢复了一点法力。我把这控水的法力赐给你，你能再帮我找点水来吗？只要有足够的水，本龙就能赐予你更强大的法力。消失了。控水法力，这哪还有水啊？今天最高温度可达到40摄氏度，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保护措施。什么鬼天气？这也太热了，恨不得把人烤化呀！要是有个空调屋就好了。怎么回事？我这是穿越了，还是旱灾？哎呀，这可是我最后的水了，我得省着点用啊！是谁闯入了锁龙之地？天哪，一条狗头做的龙，我还不想死！水，有水的味道。仁祖，给我水！水？我没有水啊！只要一口就行。我快渴死了！你这么厉害，你自己去找去啊！我被这悍马之链锁在此地300年了，若能自取，何至于此啊！仁祖，帮我可以给你报酬。报酬？水，给本龙水！哎，行，我知道了。仁祖，多谢你的善念，让我恢复了一点法力。我把这控水的法力赐给你，你能再帮我找点水来吗？只要有足够的水，本龙就能赐予你更强大的法力。消失了。控水法力，这哪还有水啊？后生，逃荒过来的吧？快往前走吧，我们这柳林村快死绝了，没钱也没吃的了。老张，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能不能讨碗水喝呀？水河早就断了，井干了3年了。水给我！二牛，干什么？疯了吗你？为了杯泥水要拼命吗？不怪你，是这世道，是这熬人的旱灾呀！老张，那村里连一口井都没有吗？井干了3年了。那二牛这孩子之前发疯似的挖过，就挖了一点点泥浆啊。泥浆？那也就是说，那井里其实还有水，只是很深很深。或许我的控水法术能够有效。别费力气了，这井
死了。爹会死，但希望不会死。我不信这个邪。这控水法力到底该怎么用啊？只是心里想着就行吗？还是需要什么咒语？水，我需要水，这片土地更加需要水。来水啊，水！水，有水的声音，井里出水了。水，有水，这是什么？水来了，水终于来了！老天爷呀！不，神人呐！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们的神仙呐！活菩萨就是神仙呐！活菩萨，救难的活菩萨呀！终于来了！多谢活菩萨！乡亲们，都快起来！恩公，从今天起，我二牛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就是我的天。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您让我抓狗，我绝不撵鸡。若有违背，天打雷劈！哎，二牛，快起来！不过是一些水而已，用不着这样。大家赶紧回去拿桶，赶紧来打水啊！对，快回去拿桶！快去拿桶啊！我来，我先来，都别抢了！这个水不是让你们这样哄抢的，你们要是这样，到时候这口井立马就会干枯的，到时候一口水都喝不到。排队，所有人按照家里人口排队取水。二牛在，恩公，你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如果有人插队或者强占的，全部赶出去。是，保证完成。都听见恩公的话了吗？排队，都排队！谁要是不守规矩，我二牛这拳头不认人啊！老丈、余娘，你们两个心细，麻烦你们给大家公平的分水。来，你先来。好。谢谢。来下一个，下一个，谢谢，下一个，谢谢。那好，谢谢啊！既然找到了这么多水，可以搞一些运到古龙那里，说不定他会给我更厉害的法术。好了，各位，把水放在这儿，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恩公神神秘秘的，是想干什么呀？不要问，谁敢质疑恩公，我跟他没完。好，来把桶放这儿吧。龙兄，水来了，这次广告。很好，很纯净，充满生机的水。人类啊，你信守承诺，让我恢复了更多力量。这片土地也因为这口井的复活，得到了一丝的缓解。龙兄，还是要多谢你赐我的法术。你不知道，这个法术可是救了1村的人呢。你我之间算是结下了缘分，本龙是不会亏待你的。被锁在这里300年，我现在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饥饿？你不是要吃东西吗？哎，我可不好吃啊，人肉是酸的。哈哈哈！凡俗血肉与我无大用处，我乃龙属，天生金水，渴求的是水中精华。我需要鱼，新鲜的鱼。我如今力量恢复些许，可再赐你一法，助你成事。此乃御鱼之术，是一种沟通与引导之力。凭此术，你可御动4海水族，听你调遣。
此术的运用对活物效果更佳。去吧，为我寻找鱼线，激活正在灼烧我的灵魂。找鱼，玉鱼，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只不过这大旱之年，我去哪儿给他找新鲜的鱼啊？哎，把这个拿出去。恩公啊，村里没有什么好地方，这就是给你准备的住处。先委屈你住在这儿了。行，各位，多谢大家，我很喜欢。这是芸娘啊，给你准备的一些衣服被褥，虽然破旧了一些，但是已经浆洗过了，你将就着用吧。啊，行，多谢你了，芸娘。芸娘说啊，谢谢你救了大家，让你住在这里啊，太简陋了。不简陋，我已经很知足了。芸娘，多谢你。对了，老张、二牛，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附近哪里有鱼吗？或者以前剩下的鱼竿也行。鱼？恩公，你想吃鱼了？这可难办了。这河早就断流了，那河里的泥巴都晒成石头了。别说活鱼，就是死鱼骨头，也被那些恶急眼的人拿去磨粉吃了，没了，早就没了。是啊，在这方圆100里，怕是难找到一条像样的鱼了。连经验丰富的老丈都这么说，难道古龙这个吃鱼的要求就完不成了？李恩人，哎呀，村东头张老财家有啊。前年夏天，我从那儿路过，亲眼看见的。他们把那个鱼抹上了盐，然后晾成了鱼竿，就挂在他家后院的那个大库房里。我敢打包票，肯定还有。张老财家是吧？行，我这就去试试。恩公，您别去，那张老财是有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而且他家里的家丁啊，凶得很。总得试试，毕竟我帮大家找到了水，他也获益了。于情于理，借我几条小鱼竿，应该是不会拒绝的吧？原来是李大官人呐！听说村里那口井是你弄出水来的？是的，张员外，晚辈此次前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晚辈最近急需几条鱼竿。鱼竿没有，我们家从来就没有鱼竿。哎呀，就算有，也是我珍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这年月儿，粮食比金子都贵，难道说就因为你找到了水，那是你的运气？关我什么事儿啊？张员外，别跟我套近乎啊！和那帮乞丐贱民厮混在一起，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走，赶紧走啊！再啰嗦，别怪我不客气。恩公，我就说嘛，这张老财他不是个好东西。恩公，要不要我晚上偷偷摸进去，给你偷几条出来？不用偷，那是下策，而且还会连累你。既然他不肯主动拿出来，那我就想办法让鱼主动飞出来。鱼竿也算是蕴含水族精气的东西吧？找到了，果然有不少。小小鱼竿快快复活！小小鱼竿快快复活！
哎呀！我的妈呀！妖怪！妖怪！老爷！老爷！老爷！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老爷！库房里的鱼干都成精了，全活过来了。那鱼怎么能成精呢？哎呀，你快跟我去看看呀，老爷！快，把他们抓起来，别让他们跑！哎呦，这么多活鱼呀！你看看，快看看！哎呦，这么鲜活的鱼，这是。姨娘、二牛，把这桶鱼分发给大家，让大家也尝尝鲜。恩公，您真是神人啊！这种大旱之年，你居然能搞到鲜鱼，这……二牛，把剩下的鱼全部都搬到旱坑那边去。好嘞，恩公，我这就安排。来，大伙儿分鱼了，大伙儿分鱼了！来，这桶给你。哎呀，谢谢好了，吃了，饱饭了。行，全部放这儿就可以了。你们先回去吧。好了，都放这吧，都走吧。放这吧，放这吧。好，都放这就行了。走吧。古龙大人，如此浓郁的生命精气，小子，这么大的旱灾你都能找到这么多鱼，不愧是我看中的人。痛快！300年了，我从未如此痛快。李默，你果然是我的福星！你的能力、机敏和守信，值得丰厚的奖赏。我如今获得这些生命精气，需要闭关3个月，仔细炼化，恢复元神。在我闭关之前，我再赐你一法，你要帮我寻找一些高品质的玉石。3个月后，我借此恢复法力。此乃神龙之眼，可助你洞察虚妄，直视本源。你用此帮我收集玉石，助我恢复法力。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3个月后再见。神龙之眼洞察虚妄，直视本源，说的还挺厉害的，但问题是有什么用呢？哇，千里眼啊！哎，芸娘，是你啊！大老远我还以为谁呢。你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给我送吃的呀？芸娘，谢谢你。芸娘，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芸娘，不好意思，我眼睛不舒服。对，我眼睛不舒服。谢谢你，我先走了。哎呀，古龙大哥，你给我的神龙之眼不光光是千里眼，还是透视眼呀！哎呀，古龙大哥，这个礼物也太刺激了吧！
我有这么神奇的能力，我得去镇上试试，多赚点钱，好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生存下去。就是这里了，凭我这双眼睛，多少银子赚不来？今天定要叫这如意土方成就我的第1桶金。哎，莫哥，你也想进去玩一圈？二牛，你说这如今天下大旱，这赌场怎么还开得下去？跑，哪里跑？你们娘俩上个月管我虎爷借了1担粟米，到期该还了吧？10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我现在没有钱。什么？没钱？那就按规矩来。你们娘俩跟我回赌坊打工抵债，什么时候还清了，什么时候走人。莫哥，他们好可怜啊！住手！如今全天下大旱，竟然还有人在欺辱妇孺。哪来的愣头青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想行侠仗义？行啊，10两银子，你替他们还。这位公子，求你救救我们吧！只要您肯出手，我们母女愿为您当牛做马，报答您的大恩。这是我的家传玉佩，虽不值10两，却是一点心意，求您收下，救我们一回。古龙要寻找的正是蕴含灵气的玉石，莫非这就是机缘？二牛，不就是10两银子吗？我替他们还。就你10两银子，拿出来让我瞅瞅。我现在虽然没有，但是进去我可以赢给你。小子，你有种！一会儿进去，赢了他们走人，玉佩归你；输了留下来给我打工。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滚蛋。好。来，开，嘿嘿。买定离手，我压小，小，我压大，小大。哎呦，真是大呀！哎呦，真是大！再来！继续，全压。哎，来！哎，大，我压大，这回我压大，哎，大，一定是大。这次我压小。李公子，哎，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你们母女全部引出来。哎呦，又是什么呀？哎呀，又中了，连赢3把。哎。这小子什么来路啊？这运气也太邪门了吧！好，小子运气不错，有点本事。要不咱们再赌最后一局？不过嘛，最后一局咱们玩个大的，怎么样？我连赢3把，他们从表情上看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最后一局突然加注，肯定是想耍什么花招。但我有透视眼，他们耍什么花招都没有用。行啊，玩就玩。既然这里是虎爷的地盘，那我自然是客随主便。赌局翻倍，你要赢了，这母女你带走，另外我给你多加100两。那要是输了呢？输了，这母女留下，我还要砍断你这只手。这莫哥，这太危险了，咱们走吧。哎呀，真不该出风头，冒失了，这一看就是黑点。没了手，我可真成单身狗了。哎，不对，我有透视眼，我还怕输？慌了，是被他们吓着了。行，玩就玩，谁怕谁啊？哎，莫哥，
哎，放心，李公子，我们不赌了，我留下来还钱。你放心吧，相信我，我绝对能把你们赢出来的。小子，你有种！这把咱们猜点数，如果你没猜中，就算你输。哎，这庄家是真狗啊！猜大小，普通人还有个5-5开的几率，这猜点数不是故意为难人吗？哎，不过没事儿，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行，就猜点数。叠罗汉，古代读书就这么卷了吗？但在我眼里啊，啥也不是。小子，猜吧。我猜1点。1点，1点，你小子怕不是傻了吧？3个骰子至少也得是3点。就是你呀，你怕不是跟你的手有仇吧？完了，这手啊，指定得废。这年轻人太猖狂了。不是莫哥，咱们走吧，咱别玩了，我看谁敢拦着。哎，二牛，放心，既然说好了就要赌到底，我这双手还有这对母女，绝对可以保住的。哎，怎么怕了？手怎么这么抖啊？该不会是不敢开吧？虎爷，还开吗？开！既然李大官人都已经猜了，哪有不开的道理？1点，我赢了！这小子出老千，给我废了他！你们要干嘛？我看你们谁敢动莫哥！这小子出老千，给我废了他！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输不起吧？给我打他！怎么回事？怎么，你一输你就出尔反尔，还有没有王法？信不信我毙了你啊？神仙大人，我错了，你饶了我吧。行，那就按照咱们规定的，放了这对母女，外加赔我100两。好，严氏母女的账一笔勾销。快，给神仙大人拿100两去。我现在就去。多谢公子大恩，多谢公子。干嘛呢？快起来！来，哎，没有关系的啊。莫哥，你刚才那招太厉害了，就是有点吓人。嗨，举手之劳而已，这报酬我收下了。你们呀，就赶紧回去，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了。是，我们母女这就回乡下投奔亲戚。公子大恩，没齿难忘。莫哥，咱有钱了。是啊，有钱了，而且古龙大哥要的东西也找到了。恩公，这些瓶瓶罐罐、破铜烂铁有啥不一样的？俺看都一样。哎，随便淘淘，说不定能淘到宝贝呢。哎，哎，老板，这个铁疙瘩怎么卖啊？这个，这个是我河边捡的呀。哦，你们要真想要50文，这东西啊就归你了。恩公，50文买这个破铁矿，咱都能换好多粮食了，这不值当啊！这，放心，我自有分寸。恩公，老板，50文。公子好眼光，嘿嘿。公子好眼光，嘿嘿。哎呀，破烂也能买钱。哎，恩公，
你要这个东西干嘛用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哦。小哥，这东西材质不明，非金非银，样式也古怪，恕老夫眼拙，看不出出处。不过看样子是有些年头了。掌柜的，不妨拿出小刀来，刮一刮便知。哎，啊，这是陨星晶石。啊，恩公，陨星晶石是什么东西啊？听起来挺厉害的。这是陨星晶石，虽然只是残品，但也是极好的炼器材料。啊，公子，此物从何处得来啊？炼器？难道这个世界还能修仙？也是，都有龙了，能修仙也正常。啊，只是偶然所得。那掌柜的觉得这个能值多少钱？此物虽是罕见，那我也不瞒你，80两银子，如何？他在说谎。哎呀，掌柜的，既然你没有诚意的话，那就算了。恩公说算了，不卖了，不卖了。公子莫急，150两啊，不，200两，这已经是最高价了。好，成交。行，我这就去给你取银子。恩公，你太神了，200两。这个世界很可能有修仙者，看来得多买点玉石，帮助龙神恢复法力，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公子，这是你的银子。来。掌柜的，那我们先告辞了。慢走。哎呦，恩公，你真是神了！哎呦，恩公，你真是神了！50万变成200两，俺不是在做梦吧？那个黑疙瘩到底是啥宝贝啊？那个呀，叫陨星晶石，就是一些炼器修仙的人才会用的材料。修仙？没错，这个世界可能有修仙者，看来啊，得多留意类似的东西，或许能帮古龙更快恢复法力，我也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来守护大家。所谓修仙呢，就是一些拥有特殊神通的人。哎，咱们赶紧去别的地方看看，到时候专门挑那些有卖玉石的铺子。哎，好嘞，恩公，你说去哪咱就去哪，俺今天算是长见识了，都听您的。走走。也不知道这些白玉够不够。古龙大哥，古龙大哥，李牧，我让你帮我收集的玉石，收集的怎么样了？都在这里。李牧，你的努力让我恢复了不少元气，但这旱魃之炼恶毒无比，它不仅锁我身躯，更在不断侵蚀我的龙魂本源。寻常水石、鱼仙精气只能滋养我的骸骨，却无法净化这本源之伤。我需要紫金雪莲帮我疗愈精神。紫金雪莲？此物多生于深山灵脉，1000年一开花，花瓣呈紫金之色，蕴含天地间最纯净的净化之力，且能隐匿行迹，凡人不可见。此物1000年一开花，且能隐匿行迹，凡人不可见，唯有它能荡涤我龙魂中的污秽，让我有力量对抗所炼的侵蚀。然而，此物灵性极高，会自行隐藏，寻常方法根本无法寻觅。我需再助你一臂之力。
此乃万秀诀，可嗅天地灵物之气息，配合你的神龙之眼，一嗅其踪，一辨其形，当可寻得。时间紧迫，我的龙魂撑不了太久了。哎，等等，龙神大人，你还有什么事情吗？你还有什么事情吗？这龙神一直只给我部分力量，说不定不安好心，我可不能这么简单就帮他。啊，龙神大人，实不相瞒，今天我遇到了危险，差点被人打死了。您让我收集仙物，能不能赐我一点修炼之法，让我有自保之力啊？也罢，我便赐予你一篇龙神诀，此乃我根源之法，能助你修成大法力。哎，好。紫金雪莲，龙魂本源。哦，我明白了，龙魂本源受损，需要紫金雪莲来净化。看来那条龙也撑不了多久。这次任务难度升级了呀！好在这次得到的不只是能力，还得到了一篇修炼功法。也不知道这篇龙神诀能够修成什么。行，现在就试试。哼。也不知道这法术有什么用。我居然可以举起这么大的神像！我此次进山寻找救命灵药，过段时间才会回来。恩公放心，这山我熟，我跟你去，保证把路带得明明白白。雷公子，这深山老林啊，很是危险，大旱之年，动物更是凶猛，千万小心啊！你小心平安回来。云娘，你放心吧，为了需要这些药剂的人，也为了不辜负你们的期盼，我一定会小心平安回来的。过滤掉杂乱，找到紫金雪莲之气。二牛，那边有股味道，很特别。特殊的味道？那是啥？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很可能跟紫金雪莲有关。紫金雪莲？那我们过去。恩公，你跟着我，我来开路。气味好像更清晰了一些。二牛，咱们往那边走。恩公，再往深处走，那可就危险了。我听说这里面有熊瞎子和大虫。站住！外乡人，滚出去！这山里最后一点活物是我们留着保命的。再往前一步，小心我的弓箭不认人。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不是来抢食的。呸！鬼才相信！这年头要不是为了口吃的，谁不往死山里钻？看你们细皮嫩肉的，该不会是镇上大户派来搜刮皮货的吧？各位猎户大哥，我们绝非是为了抢夺食物，为了皮货而来。在下李默，进山只是为了寻找一味能够救人命的药材，还请行个方便。药材编得倒挺像，什么药材比命还金贵？我看你们就是来探路的，兄弟们，把他们撵出去！是。我怎么动不了了？你难道是仙人？这位大哥，你家中是不是有个孩子，年纪不过7、8岁？他
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你咋会知道？你真是仙人？在下不过是山下来寻找药材的普通农户，我还知道你家孩子得的并非是普通病症，而是某种阴寒奇毒。如今昏迷不醒，躺在家中气息奄奄，寻常郎中所开汤药灌下去，如同石沉大海，根本就是毫无作用。我还知道你家孩子中毒已深，命悬一线，若再无对症之法，恐怕撑不过3天。恐怕撑不过3天。你能救我家山子？求仙人救救我家孩子！我是这片山里的猎户，只要能救我孩子，我愿意带着兄弟们奉你为主。求仙人救石大哥的孩子，我等愿意奉你为主。我一个人找紫金雪莲得什么时候？正好让他们帮我一起找。带我去看看吧，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好，请。山子，爹找到能救你的仙人了。恩公，求你救救我儿。他是怎么得的病？前些日子他误食了林中的毒果，郎中来看直摇头，说除非找到传说中的赤血灵芝，以毒攻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可我们找遍了附近的山头，连影子都没见到啊。那你们知道赤血灵芝长什么样吗？我不知道啊，从来没见过呀。我该怎么寻找呢？对了，我可以根据山子体内的阴寒毒力的气息，去寻找能化解的炽热生机的东西。仙人这是在干什么呀？不知道啊，看起来神神叨叨的。你说他真会把山子的病治好？别说话，不要打扰恩公，你们还想不想救山子了？嘘，别说话，我们要相信仙人。我知道在哪儿了，跟我走。好。背靠阴寒处少有生灵，应该就是那里了。好，走走，走啊！大哥，你看，赤血灵芝，仙人找到了。走走。仙人，你看，仙人，你快看看，这个是不是赤血灵芝？颜色赤红，味道新鲜，这个就是赤血灵芝。山子有救了！哈哈哈，山子有救了！山子有救了！仙人，你太厉害了！行，既然咱们已经找到了，就赶紧回去救山子吧。给，记住，别忘了答应我的事。仙人放心，只要能救回我家孩子，我和兄弟们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行，走吧。走。快，给山子喝下。爹娘，山子，山子，你醒了。多谢仙人救我孩儿性命，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恩公。仙人，以后我就是您的仆人，我石猛这条命就是恩公您的。
但有所命，纵使刀山火海，绝无二话。刀山火海，绝无二话。来，不必多礼。实不相瞒，此次前来乃是为了寻找紫金雪莲。你们常年在大山里面走路，可曾听闻过？恩公要找紫金雪莲，那可是传说中的灵物啊！石大哥可曾是听过这个？有任何线索对我而言都十分重要。听传说，那是在北面山脚下有一个月亮湖，莲花就长在湖心，受月华滋养，凡人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传说那湖中有凶兽寒水蛟保护，极其危险。寒水蛟，听着就瘆人。恩公，既然知道在月亮湖，也知道里面有个寒水蛟，总好过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好吧？恩公，您对我儿有再造之恩。这月亮湖地势凶险，更有凶兽盘踞，我石猛熟悉山路，愿为恩公引路，一同前往。我这2位兄弟也都是好身手，多个人多份力量。行，那就麻烦石大哥还有诸位兄弟了，咱们此行一定把握更大，我们可以一同前往。好，照顾好山子，我帮仙人找到紫金雪莲就回来。你快快回来。好。看到了，雪莲就在湖心岛上，但是下边这个家伙个头可不小啊！哎，大家小心，水下有东西，就是那寒水蛟。恩公，那怎么办？恩公，需有人引开那树绳，我剑法尚可与二牛兄弟分居2侧，远程袭扰，分散其注意。行，那就依石大哥。二牛，你弄出点大动静。石大哥，你们用弓箭精准射击，击弄他，到时候我再给他加点料。加料？我可是会御鱼之术的。到时候我驱使鱼群协助作战，一旦他被吸引开，我便取莲。好。哎，大臭臭，爷爷在这儿呢！来吃我呀！长虫，丑八怪，看爷爷们在此，快来送死！水中生灵听我号令，扰其心神，乱其视听。我勒个亲娘啊！这个玩意儿怎么那么大呀？石猛兄弟，你快跑呀！别回头，交替掩护后撤，把他引到险滩。好，控制他的行动。二牛，别愣着，快走！来呀，大家伙，来这边！灵性之物是我指引，托举雪莲送至我的手中。多谢鱼兄。头儿，李先生得手了，还得是我莫哥。脚上的人竟敢窃取圣灵！韩公，小心！聂江，此物乃至敬圣物，更有真龙之力。怎么，你敢玷污？龙神之力，你究竟是何人？此物与我有缘，今日我便来取走它，乃是天命所归。我念在你守护不易，我不伤你的性命，退下吧。走。恩公，你太神了！没想到这条大虫真的被你吓跑了。恩公真是神通广大呀！今日我石猛算是彻底服了。方才形势危机，我等竟无力援手，实在是惭愧啊！哎，诸位兄弟已尽力牵制，功不可没。若非你们，我也难以轻易得手。既然已经取到了，咱们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好，好。也不知道这紫金雪莲给了那条龙之后，他会给我什么？他不会一口把我吃了吧？哎，既然这雪莲对他修炼有用，那肯定对我也有用。
我要是掰下来一块儿，应该发现不了吧？居然进阶为龙爪了，居然对龙身诀有进阶作用，果然这个雪莲有用啊！剩下的给那条龙就够了。这个雪莲目前对我的价值已经到了极限，继续用它修炼也没什么用，就送给那条龙吧。不过修炼了这么久，我有点困了，等睡醒了再送给他吧。李默，你找到雪莲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哦，找到了。想不到这条龙竟然能进入到我的梦中，看来他的法力是越来越强了。紫金雪莲，纯净的净化之力，快给我！好，太好了！李默，我的龙魂本源已经彻底净化，这旱魃之炼已被我压制大半。只可惜这雪莲似乎不完整，否则说不定我能完全压制住这锁链。龙神大人，这雪莲之所以不完整，那是因为有一条守护它的蛟龙。龙神大人，你要不再赐我一个厉害点的法术呗？这样的话，我才能更好帮你找天才地宝吗？也罢，光靠着雪莲也无法让我真正脱困。你帮我寻找雪莲有功，我便再赐予你一道法力。要彻底挣脱这枷锁，必须要击碎锁链核心的树龙符印。此符印至阴至邪，是旱魃本源之力所化，坚不可摧，寻常神器触之即毁。我能感应到，唯一能克制击碎此符印的，是一柄蕴含纯阳破邪之力的古剑——朝阳剑碎片。它就藏在村中，去寻找吧，李默。找到它，带来给我，我便能真正自由。你要不再赐我2件宝贝呗？我刚才不是给了你信仰之力了吗？那不是寻找雪莲的奖励吗？寻找朝阳剑的奖励可不在这里面。那你还想要什么？哎，你上次能进入我梦那个，我就要那个入梦之法。看在你帮我的份上，我赐给你入梦之法，但你要谨记，此法不可乱用。行，我一定尽力完成。一切就拜托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喝水？我们要喝水。就是水井是大家的，又不是你们一个村的。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这是我们的水，这是我们的口粮。口粮？老子已经3天滴水未沾了。你们柳林村有水井，凭什么我们就要渴死？就是，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你们这些流民，这是我们村的水井，你们谁都别想打水。二娘，你情况不对。你看那几个流民，不只是为了水而来。恩公，那要不要把他们关起来再说？不着急，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再说。或许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就是柳林村的人要堵这水源，不给我们活路，跟他们拼了！他们不给我们留活路，我们就抢！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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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水！抢水！抢水！都住手！柳林村的水是上天的恩赐，我李默得此缘法，就绝不会坐视任何一个人在我面前渴死。说得好听，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打水？就是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喝水。想吃水可以，想活命也行，但从今日起，你们要入我柳林村，守我的规矩，奉我为尊。你们的感念，你们的信仰，都将变成你们换取生存资源的筹码。若有一心或者敢违反我的号令，下场便是这样。走。人越多，信念越杂，但这股庞大的信仰之力，若能为我所用，何愁法力不精进？庇护他们，便是供养我自身。这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买卖了。若无规矩，一哄而上，井台塌陷，水资源污染，咱们所有人都将无水可喝。此前的规矩依旧，但需要细化，以便安顿大家。阿牛，增加人手，维持秩序，把这些人全部带下去，另行看管。走。老张、老樊，您和芸娘立刻清点所有流民，按户登记造册。我需要知道，有多少人的信念可以归我们统辖。仙人，经过清点，外来流民已逾300，远超本村人口，井水水位下降极快，照此速度恐难支撑10日。粮食的问题更是严重啊！这存粮吃完了，这么多人吃什么呀？香火愿力，真实不虚。每多一人诚心念我名字，我体内法力就会浑厚一分。水和粮食是枷锁，也是驱使他们奉献信仰的鞭子。水，我会再想办法；粮食，容我再思量。当下的主要是要让这数百人都知道，在这里，谁能掌控他们的命运？公不好了，张老财带着家丁拉了几大车空水桶，要过来跟咱们抢水。来得正好，正好缺一个立威的靶子，让新来的人都看清楚。李默，村里现在来了这么多外人，水怕是金贵了，我们张家上上下下也要活命。就不排队了，把这些桶装满，我们立刻就走。凭什么？就是我们排了半天队了都。李默，你是个聪明人，行个方便，大家都好看。张员外，规矩就是规矩，想喝水后面排队去。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行，今天把这些桶装满，我看谁敢拦。冥顽不灵。张员外，现在还敢抢我的水吗？不敢了，不敢了，石仙爷爷，李默爷爷，饶命啊，饶命啊！现在带着你的人立刻给我滚！再敢靠近我的水井，我要你的命！是，滚！马上快起来了，滚了，滚，快点！感谢仙人，感谢仙人，感谢仙人！恩威并施，果然是御下之道。这信仰之力，果然更精纯了。彪哥，怎么就这么干等着？兄弟们都旱死了！彪哥，那几个小娘子不错，尤其是那个不会说话的。闭嘴，没出息！他们是上面汉，你是下面汉，都快要饿死了，还在抢女人。彪哥，食物和水都在李默手里，咱们就这样一直等着吧。等，再这么等下去，屎都吃不上热乎的。那李默不死，咱们永无出头之日。彪哥，您的意思是？明天排队取水时就是机会，把家伙事准备好，听我号令，一起动手。目标就是李默和他身边的二牛，他俩一死，树倒猢狲散，
水就是我们的了。彪哥，我看那个李默好像有点邪乎啊。屁的邪乎，只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咱们几把刀一起捅过去，神仙也得死。占了水井，有了水，还怕控制不了这群绵羊？就听彪哥的，干了这一票。还得是彪哥，有彪哥的决心，这兄弟们饿不着啊，上下都饿不着，彪哥威武。小声点儿，让别人听到还饿不着，饿不死你们。是。狗娃，你确定那是独眼彪？我确定那就是独眼彪。行，我知道了，你立了大功，回家去吧，记住不要声张。他们竟然敢蓄意行凶！侯生，立刻把他们抓起来。正愁没有合适的机会立威，他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也好，借此让所有人看清楚叛逆者是什么下场。阿牛，明天加派人手，在井边维持好秩序，但记住不必声张。他们既然想演戏，咱们就陪他们演到底。如果他们敢动手的话，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做自寻死路。先生放心，俺一定保护好您。这群杂碎，一个都别想跑。哎呀，好，谢谢。哎，你们两个，动手，宰了他！呀！冥顽不灵，自取灭亡。仙人竟然还会隔空擒拿，太厉害了吧？那是我莫哥法力超群，对付你们几个小喽啰，还不是手到擒来啊？在我的地盘还想用这种下作手段，谁给你们的胆子？这几个人心怀叵测，意图作乱，死有余辜。妈呀，死人了！这几位便是叛乱者的下场。我李默能够赐你们生机，我便能收回。顺我者得水源，得庇护；逆我者犹如此辽。我知道你们怕水尽粮绝，但我李默在此承诺，水我会尽量维系，粮食我也会想办法。只要你们恪守我的规矩，奉献你们的忠诚，我保证柳林村有你们的一席之地。从今日起，所有留村者都需要登记造册，按照我的规矩分配水源。同时，我们还要组成垦荒队、狩猎队以及编织队，以工代赈。只要你出力，就会额外分配粮食。各位，我们不仅要活下去，我们还要靠我们自己挣出一条活路。对，仙人说的对，我们就按仙人说的办。仙人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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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人有名。张员外，那李默小子如今是柳林村的土皇帝，他不仅坏了我的好事，而且他现在是一呼百应。此子不除，柳林村再无我张家立锥之地。他那些装神弄鬼的手段，可以骗得了那些渔民，但绝对骗不了我。我打听到一个消息，他现在在找什么宝剑碎片，似乎是什么宝贝。宝贝，就算他真找得到，也不一定有命用。虎爷，我有一计，如此这般。你们发现没？李仙人最近有点不对劲啊！咋了？你听到啥了？我婆娘听来的，说仙人这些天老往村北边那片鬼都不去的荒山野岭里跑，一待就是半天，还神神叨叨的，跟丢了魂似的。可不是嘛！我表舅他连襟，昨天晚上在那儿值夜，亲眼看到我们的恩公带着那个哑巴姑娘大半夜的在那山上摸摸索索的，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找东西？我呸！现在的节骨眼儿，不想办法求水弄雨，找什么东西？比我们这么多人的命还重要。就是啊！别瞎说，仙人肯定有他的道理。
当初要不是他，井水能出来吗？哎呀，你说那井水啊，当初是出来了，可现在呢，一天比一天少。当初是不是运气好，碰巧了都难说哟。谁说不是呢？说是在求雨，这都这么多天了，连一滴雨都没有下来，竟让我们在这里做苦力开荒了。你看这地，硬得跟铁板似的，到时候他种出个鸟啊，他能？别哪一天真的找到什么值钱的宝贝，他揣兜跑路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渴死、饿死在这边？不能吧，仙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哎，兄弟，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年头啥事儿不可能。他一个外乡人，凭啥对咱们这么好？我看呐，选。那我们怎么办？到时候他把我们丢在这里，岂不是又要乱了？我们毕竟是外来的，到时候吃大亏的肯定是我们，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是啊，是啊，是啊，得提前做好准备。是啊，哎呀，就是跟你说这样。你们听说没？最近李仙人有点不对劲啊！咋回事啊？听说他最近老往北山的荒山野岭跑。真的？真的。听说在上面找什么宝贝。哎呦，到时候他要找到宝贝，他肯定就自己跑了。不会吧？他就是要留我们在这儿傻呵呵干苦力。王八羔子，你他娘的放什么狗屁！个变态仙人，我看你是活腻了，老子今天非得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让你知道马王有几只眼。哎呦，打人了！哎呀，柳林村的人要杀人灭口，这是？我没说错吧？柳林村的人心里就是有鬼。小娘，住手！住手！暴力堵不住流言，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仙人，这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说你自己找到宝贝想跑路，这谁能忍？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堵不住大家的嘴，我们就继续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让一切照旧，用事实说话，比我们挥1万个拳头都管用，知道吗？各位，我知道你们心里慌，怕水尽粮绝，我李默在此最后说一次，我与你们同生共死，寻找解决旱灾的办法，我一刻也没有停，请大家再信我一次，好吗？好，应该的。是啊，是啊。寻找碎片之事必须秘密进行，要先稳住大局，知道吗？恩公，这我们都找了几天了，连个像样的铁片都没见着。龙王爷说的那宝贝，真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吗？古龙感应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一片，应该是不会错的。再找找，估计还可能其貌不扬呢。哎，小心！芸娘，你这个坠子。这是爷爷很久以前在河边捡到的一块挺结实的碎片，看着形状特别，便慢慢磨成了这个小坠子，给我带着保平安。难道这坠子本身就是碎片的一角，或者它与碎片同源，所以能相互感应？芸娘，快带我去河边，真正的碎片可能还在河边。走。恩公，这河都成土沟了，就算之前有什么宝贝，也早该露出来了。这都找遍了，连个像样的铁锈都没有。二牛，不要急，既然芸娘的坠子与此地有关，那这些碎片可能并不是裸露在外，有可能藏在这泥沙里，或者卡在石缝里。我们再仔细找找。芸娘，你也好好感应一下。恩公，你看，这除了烂泥都是烂泥。这么多年过去了，会不会宝贝已经被冲走了，或者被哪个眼尖的捡走了？确实有这个可能。难道是我们方向错了？龙王爷说在村里，也没说在河里。咱们是不是该换个地方想想？芸娘，你好好想想爷爷跟你说过什么，或者
他平时把他捡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放哪儿了？他平时喜欢把捡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放哪儿了？二牛说的对啊，我们可能局限于此了。既然这坠子是影子，但碎片未必还在原地。这样，芸娘，你先回去问问老张，然后从长计议，咱们俩就在这儿好好挖挖。恩公，恩公，快跟我回去！村子里的人都生病了呀！什么？走。狗蛋儿，狗蛋儿，你醒醒啊！狗蛋儿，老天刚刚有了水，这是又要收人了吗？哎，醒醒！乡亲们，造孽呀！咱们柳林村这几十年，何时遭受过这样的横祸呀？自从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来到我们村，先是弄出了水，现在又弄出了瘟疫。我看就是冲撞了地脉，惹来了灾星。就是李默就是灾星，把他赶出去！赶出去！灾星！赶出去！赶出去！灾星！喊什么呢？王八羔子啊！没有仙人，你早就渴死了！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你二牛，没错，我就是灾星。没错，我就是灾星。你能拿我怎么样？都给我听好了，在这里，我李默就是规矩。顺我者我罩着，骂我者我让他消失。你们以为这是瘟疫，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些不入流的邪气，随手就能解决。胡说八道！大家伙看看，都看看啊！这李默是来帮咱们的吗？这分明就是个暴君！张员外，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散播谣言，真当我李默不敢杀你吗？你想怎么样啊？大家伙看看啊，这李默自知理亏，还想要杀人灭口呢啊！饶命啊！仙人饶命啊！乱我人心，其罪一；趁灾作乱，其罪二；忘我亲日，其罪三。三罪并罚，当诛。张员外，张员外，都看清了吧？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再有这种妖言惑众、心怀不轨者，犹如此辽。仙人饶命！仙人饶命！都是张员外干的，我们再也不敢了。仙人饶命！不敢了！现在还有人觉得我是灾星，要赶我走吗？没有，真是活该呀！仙人息怒，我等愿誓死追随仙人，绝无二心。誓死追随仙人！誓死追随仙人！誓死追随仙人！行了，都起来吧。现在当务之急是去除邪气，治疗病患。阿牛，按照我之前吩咐的，立刻执行。是，仙人。如此浓郁的信仰之力，这邪气危机，或许正是我修炼的又一契机。龙兄，龙兄，村里邪气弥漫，村民病倒，这绝非寻常的瘟疫。我已感知此非天灾，而是人祸，确切的说是妖祸。我恢复力量，并气息外泄，引来了地底深处的极具晦气而生的尸鬼。它藏于附近山洞，散播尸毒，化作疫病。我被锁链禁锢，无法亲身前往铲除。在哪里？我去解决。东南方3里枯藤掩映的山洞，小心！尸魁虽无灵智，但力大无穷，尸毒猛烈，其核心有一团阴煞精华，对你而言乃是淬炼法力的大补之物。孽障，果然是你为祸乡里。送上门的肥肉，我正好饿极了。小小妖魔，口气不小。给我分！信仰之火是古龙给你的吧？废话真多。
这阴煞精华经过龙力与信仰之净化，竟如此纯粹。我的法力正在暴涨。云娘，你看，好了，真的好了，狗蛋醒了。仙人来了！各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邪缘已除。多谢仙人，多谢仙人，村民的病都好了呀。不过各位，邪缘虽除，患病者还是要隔离3天，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阿牛，组织人手，按我之前所说的，戴口布、撒石灰，隔离管理。是，仙人。都听见仙人说的话了吗？仙人神通广大，救了咱们所有人。以后谁再敢有二心，我二牛第一个不答应。感谢仙人救命！感谢仙人救命！感谢仙人救命！尸魁之祸虽然危险，却让我法力大进，信仰也稳固。古龙大哥恢复以来的麻烦，或许也是我快速成长的机遇。终于解决了这场危机。接下来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找到朝阳剑碎片了。古龙还在等待真正的自由，以及彻底终结旱灾的希望，或许就在其中。那个是爷爷房间，这个是吃饭的地方。是这里，我感受到了气息，根源就在这里。让我来看看你的真面目。可以。找到了，真的找到了！朝阳剑的碎片，竟然一直在你们家厨房的灶台里。大巧若拙，神物自会。若非云娘你的坠子引导，谁能想到这救世的关键竟然在你们家厨房藏了这么多年？虽然朝阳剑碎片已经找到，但人心难测。再说也不能都杀了，我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既拿到了碎片，又能堵住众人之口。阿牛、云娘，这块石头就是从根源上解决旱灾的办法。不过人心难测，我也不能一直用暴力来让人臣服。不过呢，我有一计可以堵住众人之口，不过需要你们来配合我。来，你们，然后后面呢，最后就成了。这仙人喊我们到这儿来是一波又起，因为什么事情？咱们这村啊，还真是没好日子过。各位，没有人静一静。知道啊。昨晚我夜观天象，感应到村西乱石堆之处有异物盘踞，阻塞地脉。此物不仅影响我村水源灵气，更可能是近日石异横生的根源之一。乱石堆那不是一块废弃的土地吗？怎么会影响到水呢？让大家生病呢？你相信仙人就对了。仙人这么说肯定有道理。之前找水不也是吗？各位，此事事关重大，关乎着我们柳林村的福祉，更可能是关乎着我们能否彻底沟通天地，祈求甘霖。因此，我决定今晚在乱石堆处开坛作法，取出阻塞地脉之物。届时还需要众人诚心见证，我们信念合一，方才能成功。这能行吗？俺相信仙人，仙人怎么说，俺二牛和护水队的弟兄们第一个支持。乡亲们，李莫后生屡次救我等于危难，这次也定不会错。老夫恳请大家再信他一次。相信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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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仙人。天清地灵，赐我神明颇望显真，义务现行。天清地灵，赐我神明颇望显真，义务现行，急剧如律令。哎呦，这！快看这香火，是些显灵了呀！是啊，地脉开，灵物现。真有东西！这不是块普通石头吗？哎呀，
你懂什么？仙人说这是灵物，那就是。看，诸位，此物就是影响我村地脉、影响水源的真源。这是一件上古遗留下来的神物碎片，其中蕴含着奇力。现在我将用我的神力将其净化，这必将助我更好的沟通天地，祈求甘霖。恩公神通，多谢恩公为民除害，求恩公早日普降甘霖。恩公神通，求恩公早日普降甘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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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兄，龙兄。没错，就是他，纯正无比的朝阳剑碎片，至刚至阳破除邪魔。太好了，李默，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做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龙兄，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3日之后便是月圆之夜，届时天地间阴气将达到鼎盛，对至阳至刚的旱魃之炼有一定的压制效果。那是我们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你需要做的，便是在月圆之夜，阴气最盛的那一刻，手持碎片，将你体内的力量，无论是控水之力，还是我赐予你的本源龙力，毫无保留地注入其中，然后引导碎片化作至阳剑罡，斩向锁链的核心——树龙符印。没问题。我现在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记住，机会只有一次，符印破碎的瞬间，旱魃之力必将会疯狂反扑，凶险万分。你当真想好了，要为我冒此奇险？龙兄，这话就见外了。这不仅是为了你脱困，更是为了芸娘。为了老丈，为了二牛，为了柳林村所有信任我的人，也是为了在这大旱之中，千千万万苦于挣扎的黎民百姓。这个旱灾，是时候结束了。这回又是出什么事儿？不知道见这么多人，这是要干什么呀？不知道啊，要不我们先去看看？仙人喊我们来这儿，到底有什么？乡亲们，静一静。这些天，我们一起扛过了瘟疫，清除了村中的毒瘤，但我们的头上依然是赤日炎炎，我们的脚下依然是渴望甘霖。这是何物呀？哎呀，这是谁啊？此物乃是上古神物朝阳剑的碎片。我已与守护此地的龙神沟通，得知需要借助此物之力，再结合龙神的神通，方有可能打破旱魃枷锁，真正为我们的土地迎来生机。真有这么神奇？真的假的呀？哎呀，真的就是龙神物破石头。龙神，仙人真的能沟通龙神？这黑乎乎的石块，真有那么大神力吗？此法非同小可，需要引动天地之力，凶险万分。时机就在3日之后的月圆之夜。月圆之夜，行吗？这有什么东西吗？啊，不错。届时我将会在村西旱坑之处开坛做法，引动神剑碎片之力，助龙神脱困，祈求甘霖。还有神物？原来是这么看的，真的吧？我觉得是。仙人呐，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这神龙已被关了几百年，身上怨气深重，一旦脱困不受控制，我等凡人如何抵挡？那岂不是刚脱干旱又入龙祸呀？是啊，说的都有道理啊！可是龙啊！是啊，传说中龙能翻江倒海，万一他不听仙人您的，咱们村子岂不是要遭殃了？仙人，你有把握能让神龙听您的吗？没有其他更稳妥的办法了吗？是啊，这没有别的办法，弄得这村还能好吗？乡亲们，你们的担忧我也有所顾虑。我李默在此，可向大家保证2点：第一，此物不仅是破除枷锁的钥匙，它对于龙神更是有着莫大的威胁与约束之力，乃是一切阴邪龙属的克星。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它破除枷锁之前，我必将会和龙神签订契约，他需要与龙魂起誓，待他脱困之后，必将听命于我，听我号令，世代守护我们柳林村以及周边生灵，只能够行云布雨，造福一方，绝不能为祸。若他不答应，我宁可另寻他法求雨，不解开这枷锁，也绝对不会放任这些可以危害到大家安危的东西出世。龙神他肯答应吗？就是啊，他人家答应吗？他被旱魃之炼折磨300年，他对于自由的渴望超过你我的想象。可若为了真正的自由，而非堕入为祸的魔道，
我相信他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况且，他很清楚，违背誓言的后果，他可承受不起。安心仙人，仙人说能控制，那就一定能控制。仙人思虑周全，老朽佩服。如此一来，我等便可安心了。俺也相信仙人，他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对，我们相信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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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开坛做法需要耗尽我的心力，更需要绝对的安静。任何外界的惊扰都有可能导致我功亏一篑，甚至会引来反噬，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在此设下禁令：3日之后的夜晚，月上中天之时，我需要全村的所有人，所有的男女老少，全部待在家中，紧闭门窗，熄灭灯火，不得外出，不得窥探，更不得发出任何大的声响，直至次日天明。这么多规矩啊！这种事不可以啊！二娘，师蒙，在仙人。二娘，师蒙，在仙人。由你2人率领的护卫队以及狩猎队青壮年，自当日日落起，村子外围，尤其是通往村西旱坑之处，设卡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10里地之内。若有强闯者，视情况而定，可以动用一切手段，生死不论。仙人放心，谁敢靠近，俺二牛第一个拧下他的脑袋。仙人，我等必誓死保护，绝不让任何人惊扰法事。老丈、姨娘，村内的秩序，尤其是妇孺老弱安抚，拜托你们了，务必确保每家每户都清楚此令，并严格遵守。李默后生啊，不，仙人，请放心，只要我这把老骨头在，绝对不让村子里出半点乱子。我一定做到，等你成功归来。乡亲们，此举关乎着我们的生死，更关乎着我们这片土地的未来。成败就在此一举。我李默在此恳请乡亲们助我，更是助你们自己，让我们众志成城，还这片土地一个朗朗乾坤，甘霖普降。祝仙人博一个朗朗乾坤，甘霖普降。谁都不许出门。祝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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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仙人。这大晚上的举着火把干什么呀？怎么样了呀？干什么呢？赶紧回去，关上门，谁也不准出来。快回去！你们也回去，关上门，不许出来。好，走吧，这边，走。李默，时刻将至，记住，将你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对准符印核心，汉把直立反噬，绝非儿戏。明白。就是现在。李默，时辰将至，你还在等什么？快动手啊！李默，快动手！龙兄，助你脱困是我承诺之事，我必然会动手。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事需要你应允。何事？快说！等你脱困之后，我需要你以龙魂本源来起誓，臣服于我，听我号令，从此守护柳林村及周边的生灵，行云布雨，造福一方，不可妄动杀孽，不可为祸世间。你可愿意？什么？蝼蚁！你竟敢让本尊臣服于你？你是什么东西？本龙纵横天地之时，你的祖先还没有出世，我看你是活腻了。龙兄，你莫忘了，是谁被锁在此地300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也莫忘了，是谁为你提供清水鲜鱼，助你恢复力量？你更莫忘了，若无这个碎片，你还不知道要被锁到何年何月，或许直至魂飞魄散。龙兄，我并非要奴役你，我只是要一份承诺，要一份誓言，为了那些信任我的村民，也是为了这片土地不再受磨难，臣服于我，
听我号令，你便可以获得真正的正神之位。你也可以获得百姓的香火供奉，总好过在此地沦为枯骨。如何抉择，都在你一念之间。什么？好，我答应了你。以吾之龙魂本源起誓，脱困之后，愿臣服于李默，听其号令，世代守护柳林村及周边圣林，行善积德，绝不为祸。若违此事，龙魂崩散，永世不得超生。龙兄，既然你已立下誓言，那我李默也在此承诺，我一定会把你当作战友，绝不负你。现在我们就开始吧。朝阳正气，煌煌天威，破邪诛魔，斩！走，李默，你坚持住！下雨了！下雨了！终于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天降甘霖！下雨了！终于下雨了！李默，多谢！旱魃之炼已破，此地旱灾根源已除。然我龙魂受损过去，需立刻陷入沉眠，不知岁月几何方能苏醒。朝阳剑碎片你收好，他已认可你，或另有缘法。这片土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望你善加引导，也照顾好那个女孩。你我之约，烙印于魂。待我归来之日，便是履行臣服契约，并肩守护此界之时，珍重。你终于醒来了。哎呦，你瞧瞧，看咱这鱼，他这也是大丰收啊！哎，你看，这块地啊，到时候我们都给它种满，等到来年我们就可以丰收了。到时候再置办几头牛，我们就可以再开垦荒田了。看我说什么？那恩公和芸娘妹子，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仙人仁德，芸娘淑贤，确是良配。哦，柳林村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旱灾结束了，古龙沉眠了，柳林中也只剩这里，但我的旅程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广阔和神奇，还有太多的未知等待探索。而身边的这个人，